表展的工作完了，还让人怪舍不得的。今天我带你们去逛日内瓦。众所周知，日内瓦是瑞士的第2大城市，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是高级制表业的兴盛之地。这里也是众多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，比如联合国欧洲总部、世卫总部、红十字会总部等等等等，是享誉国际的和平之城。来了大城市，怎么能不 City Walk 呢？带上我的雷米格，出发了。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随处能看到五颜六色的鲜花、茂盛的植物和大片的绿地，一派生机勃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内瓦的公园占到市区面积的20%，拥有310公顷的绿地，植物多达40多万株，城市绿化占比相当高，所以它又被称为公园之城。据说许多公园的前身是有钱人家的私人庄园，比如位于威尔逊宫旁的湖畔蜘蛛花园，它的前主人是劳力士创始人汉斯·威尔斯多夫家族。但凡是流浪艺人，张哥都得施舍一下哈。那不是，别，不能说施舍，就是觉得对，为了艺术得懂艺术，得支持一下，多么好啊！他声音真好听。不来了，这不能来了。这要是一路上都有的话，我就破产了。咱后来还有好几天。你真讨厌你。日内瓦地标性的大喷泉是我一定会来的地方。大喷泉每秒能喷射出500升的水，喷出来的水柱高达140米。只要天气晴好，能看到水柱下挂着美丽的彩虹。为了近距离感受它的气势磅礴，我特意来到了它脚下。大家知道吗？大喷泉在100多年前是为了释放多余水压的安全阀，1891年为了庆祝瑞士建国600周年被转移到港湾来，从那以后便成为了日内瓦最著名的城市地标。日内瓦湖畔打卡2件套，除了大喷泉，还有时间花钟，修建于1955年。由6500株鲜花组成，直径高达5米，机械机构在花盘下，无论刮风下雨，花钟依旧走时精准，真不愧是钟表王国。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干嘛呢，张哥？你不懂。这句名言出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、哲学家让·雅克·卢梭的重要著作《社会契约论》。他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，被称为影响了整个欧洲启蒙时代进程的人。老城的主街上也完好保留着卢梭的故居，这座上百年的古老建筑便是卢梭出生的地方。外墙上的石碑上能看见1712年6月28日，让·雅克·卢梭出生于此。现在这里成为了卢梭文学馆和小型的博物馆。但是卢梭是一个苦孩子，他小时候几岁啊，他就是孤儿了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制表师，也是被迫害然后逃亡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，卢梭认识江诗丹顿的创始人，既然到了日内瓦来了，一定要瞻仰一下，要看看他的生平。馆内有关于卢梭生平的详细介绍，有他早期发表的诗歌、小说、笔记以及手稿，还能看到他与伏尔泰的通信和法国封禁卢梭的禁止令公函。但即便是这样一位文坛巨匠，也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，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送给育婴堂，而且是5个，这你敢信吗？同为父亲的我很愤怒，也很不解。我想或许是因为他在襁褓中便是缺失了母爱，10几年的流浪生活使他内心不安，对亲情十分淡漠。所以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，
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，我想卢梭就是后者。这家咖啡馆我是一定隆重要推荐一下的，因为我去年来了不下5次，然后走的时候还专门来打了一个卡。从咖啡的品质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吐司啊，包括它做的这些沙拉的品质都非常非常好。这个三文鱼是我推荐让你好好尝一尝的，它的美式咖啡能喝出手冲咖啡的风味来，它的这个风味特别对我的胃口。2 hours later， 买单去吧。啊，我买单。要不咱玩游戏，谁输了谁买单。你要单数要双数？单数啊。那我要双数行吗？今天你买定了。好，走你，哎，摇起来了啊！哎，怎么样？还真是双数啊。买单去吧。位于堡垒公园里的宗教改革纪念碑，是1909年为纪念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人物加尔文诞辰400周年而修建的，高7米，长100米。墙的上方从左到右有一行拉丁文大字，意思是黑暗过去是光明，记述了日内瓦之所以成为新教的罗马的由来与始末。我想对宗教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应该会喜欢来这儿吧。公园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许多本地大爷们在地上下国际象棋，旁边还有支招的，这不就是日内瓦的天坛公园吗？可太接地气了。与堡垒公园一墙之隔的这个长凳，周杰伦曾在这里打卡，长度120米，建于1767年，由180块木板拼接而成。坐在这儿晒晒太阳，拍个周董同款打卡照，俯瞰整个堡垒公园的风景，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就是主打一个 chill。老城区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圣皮埃尔大教堂，建于公元12世纪，在很长的岁月里，经过多次重建和修整，能看到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，罗曼式、哥特式风格，还有教堂正门的罗马式圆柱。2009年被列入欧洲遗产荣誉名录。来到塔顶可以欣赏到日内瓦市区的景观，以及日内瓦湖和令人惊叹的大喷泉。怎么样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正好赶上他敲钟了。从教堂出来，走在老城广场的碎石小路上，两旁古老的建筑，静静陈列着的大炮，都在提醒着我，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。这里的文化和艺术对整个欧洲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它多元且包容，像一个有故事的人，需要慢慢体会，深入了解，才能发现更多惊喜。好了，日内瓦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感受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大家。下一站，三国交界的博物馆之都巴塞尔。我去法国了，我回瑞士了，我去德国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敬请期待。